当地时间3月29号，洪都拉斯外交部表示，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不久后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待签署两国之间富有希望的协议。而洪都拉斯外长雷纳在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专访时表示，与中国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洪中两国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3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欢迎卡斯特罗总统尽快访华，同习近平主席共同擘画两国关系蓝图。我们愿同洪都拉斯方面加强高层交往，不断增进政治互信和相互了解，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精神，同洪都拉斯方面共同推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西班牙语世界影响力最大的通讯社埃菲社报道称，目前卡斯特罗访华的具体日期尚不清楚，但这一消息是在中洪两国建交后的短短4天就宣布。洪都拉斯外交部表示，卡斯特罗将在最高级别开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3月25号，洪都拉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3月26号，中国同洪都拉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政府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中方表示，洪都拉斯决定同中国建交，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做出的政治决断，不设任何前提，中方对此高度赞赏。2021年，卡斯特罗以51.12%得票率在大选中获胜，成为洪都拉斯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在选举时，卡斯特罗明确提出应该与中国建交，他认为中国才是大势所趋。卡斯特罗总统访华应该是一件在短期之内会发生的事情。那么我认为从中可以看出，有2点信号吧。第一点信号是这个，就是说，洪都拉斯这个国家，它对于中国来帮助它发展的这么一个愿望其实是非常迫切的。第二个信号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就是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其实是对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这么一个经济的发展的前景，其实是非常有自信的。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洪建交之后，包括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纳和洪都拉斯国民议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卡斯特罗总统的女儿希尔马拉塞拉亚在内的洪方代表团成员，已先后参访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人民大会堂，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并竞选花圈。深圳卫视注意到，3月28号，希尔马拉塞拉亚在其推特账号上发布了4张他和洪外长雷纳等代表团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访问的照片和视频，其中包括观看1978年11届3中全会的介绍和复兴号高铁的模拟视频。他在推文中表示，未来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访问中国的时候，我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官方文件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展出。3月30号，塞拉亚在推特上又写下带有中文和汉语拼音的推文，谢谢中国，早日再见。就这个事情充分地体现了这个洪都拉斯它也是有一个非常悠久的这么一个进步主义的传统无论是在这个意识形态上，还是在这个发展的道路上，其实是跟我们中国是非常的亲近的。那么我认为可以从这个现象里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中国同这个拉美国家，它在这个开展治国理政交流这个领域，它是具有十足的潜力的。洪都拉斯外长爱德华多·雷纳28号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专访，雷纳表示，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此行成果丰硕，两国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并重申洪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Bueno, creo que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China ha ido respetando los principios internacionales de respeto a la soberanía, a la autodeterminación de los pueblos, a la no intervención en asuntos internos, a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los estados. Creo que son temas que compartimos, el respeto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la búsqueda de la paz y la armonía internacional. En el caso de estas iniciativas, pues recién hemos comenzado esta relación con China y por lo tanto las estamos estudiando para ver en qué forma pues Honduras podría apoyar o adherirse a algunas de ellas, dependiendo claro del beneficio mutuo de una relación que sea de beneficio. 过去，由于洪都拉斯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一直未能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中国对洪出口的商品价值近20亿美元，而洪都拉斯对华出口仅约2500万美元。不过，
这会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而产生变化。Tiene que buscar el beneficio del pueblo hondureño y como tal afianzar temas como el comercio, la inversión, temas como mayor cooperación en otras áreas, conocernos más, la cultura, temas sociales, temas de mucha índole que nos sirvan, como le digo, para afianzar este beneficio mutuo. Así que iremos, yo creo que avanzando muy rápido en la idea de contribuir de manera mutua en afianzar esta relación.